西方媒体又开始搞事儿，恶意炒作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是中国债务陷阱所导致的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不少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重创。以旅游业为主的斯里兰卡，行业 GDP 占全国总 GDP 的14%之多。另外还有一些农业和制造业，农业主要以出口特产为主，制造业则比较低端，与其他国家相比毫无竞争优势。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背景下，旅游业备受打击，再加上其单一的经济结构、羸弱的抗压能力，导致国内民众大量失业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国际上的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也开始不断暴增，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趋于崩溃。无奈之下，斯里兰卡只能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大举借债，与中国也达成了一项经济援助协议。但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却以债务陷阱的叙述方式抹黑我国，称这是中国抛出的债务陷阱。西方称中国因为斯里兰卡债务危机负全责，斯里兰卡会如何回应呢？ BBC 在一篇文章中以斯里兰卡为例，宣称中国正在让穷国背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，并且指责我国恶意租借港口收割财富。但其实斯里兰卡的500多亿债务中，最大的占比是日本，中国只占据了其中1/10左右。2022年时，斯里兰卡濒临破产，中国面对这种情况，出台了允许斯里兰卡延期偿还债务的政策条文，还为斯里兰卡提供了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，同时还愿意无偿援助斯里兰卡1000吨大米，帮其渡过难关。面对西方国家的故意抹黑，斯里兰卡政府回应称，建设港口是斯里兰卡自己的想法，中国所提供的贷款均是私方所需求的，并不是强制性行为。同时还强调中国所给予斯政府的帮助，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经济民生问题。那么英国媒体为什么要恶意抹黑我国呢？西方污蔑中国在斯设下债务陷阱，背后原因令人唏嘘。英国媒体之所以会如此恶意抹黑我国，一方面是想要保住自己的金融霸权。在中国进行“一带一路”之后，在短短的10年之内，中国已经向周围其他国家发放了近数万亿的贷款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影响到英国发放贷款的规模，使得英国无法通过贷款来赚取到更多的钱了，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货币地位。18世纪到20世纪，英镑无疑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货币。从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英镑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被美元所代替，存在感大幅度减弱。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，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，人民币也逐渐走强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美元地位暂时无可动摇，而英镑的地位却因此下滑，眼看出现了下跌的趋势，这才让英国选择成为了抹黑中国的急先锋。